瘦成麻干了，基因不行 ，pass。别挺了，肚子比胸大，基因劣质，滚！1.78米也好意思站这儿？我后代要是因为基因矮人一头，你赔得起吗？滚！温总，这已经是最后一批了，全按您的要求筛的，无家世背景，无社会纠缠，学历身高全达标，实在没更好的人选了。滚！一群歪瓜裂枣，连个拿得出手的基因都找不到。我去透口气，别跟着。是温总。温小姐，您父母的遗嘱已公证生效，您28岁前必须已婚生子，方可继承温氏全部股权。若无法提供合法婚育证明，您父母的全部遗产及温氏集团控制权将自动移交给您二叔温红叶。我父母守了半辈子的温氏，绝不能落到二叔手里。既然感情最不可靠，那就挑最干净的基因去夫留子。哎，老子这瓶路易13，你打碎了就得赔10万，拿不出来，今天你身上得少点零件。没钱就去卖，老子有的是路子。这骨相倒是极品，钱我替他还。拿了钱，滚！你干净吗？什么？我问你，谈过恋爱吗？跟人睡过吗？没有。跟上。陆少，您看昨晚弟兄几个演的还行吧？绝对没露半点破绽。尤其是您让我推那几下骂那几句，我都掐着分寸呢，绝对显得您又惨又硬气，保准那位小姐一眼就上心。您看尾款演得不错，这点钱额外给弟兄几个分了喝酒。昨天晚上的事儿烂在肚子里，谁敢往外蹦半个字，后果你们清楚。清楚。陆少放心，我们嘴严得很。昨天晚上我们仨根本没来过这儿，也根本没见过您。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这就消失，马上消失。陆总，昨晚的局都收尾了，会所监控全部清理干净，您的兼职身份资料也都是提前作死的假档，温总那边没起任何疑心。他当然不会起疑，为了这一天，我等了整整4年。能破这局的人，整个京大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冤也太狠了，这局挂1个月了，没人能接得住。死局呗，摆明了难为人。死局被破了，还被反将了一局，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你能接我几招。原来就是你。陆总，国内分公司的注册已经走完程序，海外资金也全部到账，接下来按原计划全线启动，所有项目全速推进。5年，我只给自己5年，我要站到和他并肩的位置。温若曦，你给我说清楚！5年了，孩子都5岁了，孩子父亲是谁？你至今不肯说。你爸妈的遗嘱写得明明白白，已婚生子才能坐稳继承权，你到现在连个丈夫都没有，名不正言不顺，这总裁的位置你坐不稳。是啊，温总，不是我们逼您，这是老董事长定的规矩，您总这么拖着，底下人都不服气呀。就是一个女人家带着个没爹的孩子，怎么镇得住公司上千号人？我看不如早点交权，
让你二叔帮着打理。说完了，温氏这5年业绩翻了3倍，各位手里的分红翻了2成，这些账没人忘了吧？我坐不坐得稳，从来不是靠一张结婚证。业绩好有个屁用！规矩就是规矩，下个月就是你28岁生日，拿不出结婚证，你照样得滚下来。用不着等下个月，谁想坐这个位置，凭本事来抢，想靠旁门左道逼我交权，门儿都没有。臭丫头，看你还能嘴硬几天！等期限一到，我看你怎么收场！温总，您别跟二叔置气，他就是抓着遗嘱的事儿不放，故意找您麻烦。他想闹就让他闹，温氏是谁打下来的，他心里清楚。说，温女士您好，我是穗穗的班主任。是这样的，今天穗穗在幼儿园跟小朋友吵架了，您看方便的话，能不能过来一趟？吵架？穗穗有没有受伤？没受伤，没受伤，就是把小男孩说哭了。您还是过来再说吧。下午的会议推辞，我去趟幼儿园。是，温总。陆总，温氏集团那边的底细全部摸清了。温若曦这5年坐稳了总裁位，业绩翻了3倍，但她二叔温红叶一直攥着遗嘱的事发难，逼她结婚交权。遗嘱的事我早知道了，还有别的吗？还有一个重要消息，5年前那一夜之后，温总生了个女儿。什么？她叫温穗，今年4岁，一直跟着温总生活。孩子父亲的信息封得死死的，我们拿到了照片，眉眼跟您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大概率是您的。有意思。我以为他只是挑了个基因，没想到还给我留了这么大一个惊喜。走，去看看。我还没说够，怎么就哭了？哭什么哭？我说的都是实话。穗穗，怎么能跟小朋友这么说话呢？快道歉！是他先骂我的，我不道歉。温女士，实在不好意思让您跑一趟，是壮壮先出言不逊，说穗穗没爸爸，穗穗就把人说哭了。穗穗，为什么跟小朋友吵架？他说我没爸爸，是野孩子。妈妈，我才不要爸爸呢，有你就够了。乖，我们穗穗最棒了。可是别人都有爸爸接，我也想有爸爸陪我玩滑梯。陆总，之前跟温氏谈的城西合作项目，对方已经敲定了，派驻的项目专员身份也都安排妥当了。明天项目启动，我亲自过去。陆总，您亲自去，那总部这边的事务全交给你全权打理，重大决策再汇报给我。5年了，也该我出场了。小心！小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温总，没烫着吧？姐姐，你没事吧？没烫到你吧？我没事，谢谢你。你袖子
我赔你衣服钱。不用不用，小事而已，洗洗就好了。姐姐快进来吧，不然要等下一趟了。好巧啊，姐姐，你也去顶层？你也在这栋楼上班吗？嗯，你去顶层做什么？我是合作方派来的项目专员，今天第一天报道，找温总对接工作。温总，合作方派至的项目专员已经到了，履历我看过了，名牌大学毕业，之前操盘过好几个大项目，非常漂亮。让他进来。温总您好，我是合作方派至的项目专员，我叫陆岩，今天第一天到岗。是你？您就是温总？嗯，刚才电梯里，多谢了。不用不用，举手之劳而已。我真没想到，对接的总裁是您。刚才在电梯里没大没小的，您别往心里去。坐吧。城西项目是公司重点，日常进度跟苏秘书对接，重大决策再报给我。好好干。您放心，温总，我一定拼尽全力，绝不拖项目后腿，不给您添麻烦。这是我的女儿。叔叔，你长得好好看呀！哎呦，我的小祖宗，跑那么快干什么？对不起啊，先生，孩子太想妈妈了，吵着非要来公司，没撞到您吧？没事，他没摔疼吧？叔叔，你是在这里上班的吗？叔叔来工作的。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穗穗，我妈妈是这里的大老板。叔叔，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呀，叔叔单身呢。太好了，我妈妈也是单身。我妈妈长得可好看了，还会给我讲故事。叔叔，你长得这么帅，人又好，你们正好凑一对。对不起，童言无忌，您别往心里去。这孩子被惯坏了，乱说话。穗穗，不许乱说话，快过来。不好意思，孩子不懂事，你别介意。没事的，温总，小朋友很可爱。叔叔再见，下次我还来跟你玩。5年了，终于见到你们了。陆总，车已经停在侧门了，老爷子吩咐今晚务必回老宅吃饭。知道了，我马上就。陆岩，没带伞吗？啊，出门的时候天还好好的，忘了带了。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上车吧，我送你一程。不用麻烦温总了，我等雨小点打个车就行，别耽误您和孩子回家。顺路而已，上来吧。穗穗也在后排。计划有变，不用来接我了，老宅那边我晚点自己过去。那你就多转几圈。你住哪个小区？我先绕路送你回去。观澜，不好，这是要暴露了，死脑子快转呀！观澜别墅区那边，我是去给学生上课，晚上还有节家教，正好赶时间。观澜那边都是独栋豪宅，能住那儿的家庭家教时薪不低吧？也就还好，学生家长出手比较阔绰。我刚毕业没几年，想多攒点钱买房，下班就多接了份副业。温总，您不会介意员工私下做兼职吧？我保证绝对不耽误本职工作。不介意，工作时间做好分内事就行，私下靠自己本事赚钱，没什么不对。叔叔，你每天要上班还要家教去，好辛苦啊！那你别干了，让我妈妈养你吧。我妈妈超有钱的，而且我正好缺一个帅爸爸。你长得这么好看，当我爸爸刚刚好。穗穗，不许胡说八道，快做好系安全带。
我没有胡说嘛，叔叔本来就很好看嘛。没事儿没事儿，小孩子童言无忌，岁岁这么可爱，我也喜欢得很。今天麻烦温总了，您快回去吧，雨还没停呢。叔叔再见，明天你还来公司吗？我还来找你玩。来，叔叔明天还来。岁岁乖乖听话，早点睡觉。快进去吧，别淋着了。陆总，老爷子在餐厅等着了。温氏的事儿，半个字都不许往外漏。明白，绝对守口如瓶。还知道回来？我当你眼里没我这个爷爷了，叫你回来吃顿饭，拖到半夜。项目上临时有事，耽误了。项目，你就知道项目。你都27了，隔壁老王家重孙女都能背唐诗了，你呢？连个女朋友影子都没有。我告诉你，明年之内必须给我带个孙媳妇回来，不然你这总裁也别当了。其实陆总他今天已经……陈助理忙前忙后也饿了，多吃点，堵上嘴。是，谢谢陆总，我多吃点。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过年之前必须把人领回家，我还等着抱重孙女呢。重孙女，你早就已经有了。看见这行了没？违约金5个亿。爸，您这手笔也太狠了！我表舅那个空壳公司就值5000块，合同一签，3个月后项目烂尾，温氏赔5个亿，董事会那帮老东西不得把温若欣生吞了？生吞那都是轻的，5个亿的窟窿他填不上，股东联名就能把他罢免。到时候董事们求着我出来收拾烂摊子，这总裁位置还用得着抢吗？高，实在是高。爸，您放心，甲方那边我都串好了，今天下午就逼他签字。他不是急着冲业绩打咱们脸吗？正好钻进套里来。各位，今天我请来了城南物流园的甲方代表刘总。这个项目要是谈成了，这季度营收直接翻倍。某些人不是说我们温氏缺大项目吗？这不就来了？城南物流园可是块肥肉啊，能拿下这个项目，咱们今年的业绩压力就全没了。温总，这是我们公司的资质文件、银行流水、产权证明，您随便查。我们是真心想跟温氏合作，条件都给到最优惠了。温总，您翻来翻去翻了1个钟头了，要是实在没魄力拍板，那咱也别耽误大家时间。我看这项目不如交给明浩来对接，年轻人做事利索。爸，您别这么说，温总是谨慎。不过说真的，温总这么好的条件，您要是再不签，底下人可要寒心了。合同条款我没意见，法务再核对最后一遍公章，没问题就……法务早就核过3遍了，全都是正规备案的公章。温总，咱们就痛痛快快签了，也好让各位董事早点安心。等一下，温总，我突然想起来，公司还有点内部流程没走完，这合同先缓一缓。老刘，你什么意思？说好的事儿怎么临时变卦？什么状况？我先出去打个电话，马上回来。别追，等他自己回来。陆总，真的是您？刘总，敢动我的人，你好大的胆子！我不知道这是您的人。刘总的算盘打得挺响啊，城南那块地3次抵押，你那个空壳公司1年流水不到50万，温红叶给你500万，你帮他坑温氏5个亿。陆总，我错了，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厂子啊，是温明浩找的我，说稳赚不赔，我一时鬼迷心窍，我再也不敢了，我这就回去黄了这项目，我马上滚出云城。黄了可以，刚才差点签了你的合同。刘总，你说这笔账我该跟谁算？陆总，我真不知道温总跟您，我要知道打死我也不敢啊！我回去就跟温红颜说项目黄了，我以后见着温总绕着走，求您高抬贵手。今天见过我的事，烂在肚子里。谁要是敢在温总面前提半个字，你那家公司，你背后那点烂账，你小舅子在海外那笔洗钱，我明天就让他们全上征信和名单和精深大队的案中桌。我记住了，陆总，
我全记住了，半个字都不说。我就说我自己查了项目有问题，跟您没关系。刘建国，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实在对不住温总，公司资金链出了大问题，这个项目我们做不了了，合作的事儿以后再说，以后再说。爸，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出去打了个电话就跟见了鬼似的？好好的项目怎么说黄就黄了？这人怎么出去打了个电话，项目就黄了？我刚才还以为今天肯定能签成呢。没事儿，黄了就黄了，省得以后出麻烦。温总，奇怪了，我邮箱突然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附件是城南物流园地块的3次抵押记录，还有刘建国跟温明浩的亲属关系证明。原来那个项目压根儿就是个空壳陷阱，太险了，温总。还好刚才刘建国临时反悔了，不然咱们签了字，可就掉进大坑里了。5个亿的违约金，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温总，这邮件到底是谁发的？还有刘建国。怎么突然就反悔了？他刚才那副样子，不像是自己查出了问题，倒像是被什么人吓的。是啊，怎么就突然反悔了？看来是我多虑了，怎么可能是他？温总，等一下。温总，你别动，我马上回来。温总，我帮您处理一下吧，伤口蹭着鞋帮走路，只会越来越严重。不用，我自己来就行。您弯腰不方便，很快的，我保证轻一点，不疼。嗯。是不是疼了？我再轻点，马上就好。好了，温总，今天尽量少走路，晚上回家热水泡脚，好得快。多少钱？我让苏秘书转你。不用不用，10几块钱的事儿，能帮到您就行。哇，好大的玫瑰花墙，得99朵吧，也太夸张了。温总，林氏集团的林燕慈来了，她这次回国专门来追您的。林燕慈，她怎么突然回来了？阿西，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林总，什么时候回国的？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提前了还叫什么惊喜？我今早刚落地，行李都没放就赶过来了，就想第一时间见到你。正好到饭点了，我订了你以前最爱吃的那家淮扬私厨，赏个脸，一起吃顿午饭，就当给我接风了。咱们这么多年没见，好多话想跟你说。我下午还……那个打扰一下，温总，下午的项目资料我还没跟您核对完，您要是出去吃饭的话，我能跟着一起吗？路上顺嘴说说项目进度，不耽误您时间。这位是林总，您好，我叫陆岩，合作方派至过来的项目专员，跟着温总对接城西项目。陆岩，要不你……其实我早上忙到现在还没吃饭，本来想等您开完会自己去食堂的。既然林总请客，那我能不能沾温总的光，随便吃一口就行，保证不说话，就埋头吃饭。您当我不存在？既然是跟着若曦做事的，那就一起吧，多双筷子而已。谢谢林总，林总您人真好，怪不得我们温总老夸您。我什么时候夸过？怪重的，林总，我帮您拿。这花品相真好，林总真有眼光。就是吧，这红玫瑰太艳了，不太衬我们温总清冷的气质。温总平时穿冷白西装，气场又强，应该是那种雪山顶上开的花才衬他。白百合、铃兰或者那种素雅的白玫瑰，红的太烈了，反而把温总那股清冷劲儿给压没了，对吧，温总？我观察您平时办公室的花瓶里插的可都是白色洋桔梗。陆专员观察的倒是仔细，不过花嘛，送的是一份心意，阿西喜不喜欢得他说了算。行了，先去吃饭吧，下午还有会。阿西。啊，林总，真对不住，
我这人从小晕车，坐后排特别容易吐，到时候吐您车上多不好啊。前排视野开阔，能好受点。温总，您不介意吧？坐都坐了，就这样吧。林总，我坐后排就行。豆娘，豆娘，我问你，孙子不结婚怎么办？我这当爷爷的到底该怎么办？老爷子，我可太理解您了。我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大实话告诉你，在家催没用，您得主动下场，带上他的照片去相亲圈，挂上牌子，写上年薪1000万，身高188，有房有车，就差个媳妇儿，保证一上午被大妈们围到水泄不通。听我的，别跟他商量，直接干。哎，这话我爱听。对对对，不跟他商量，直接干。这张好，看着就有本事。那些大妈一看就知道我孙子是干大事的。武孙陆沉渊，年27，身高1.88米，陆氏资本总裁，有车有房有存款，现成州孙媳妇一名，要求女的，活的，能生娃的，脾气好点儿，能受得住这张冷脸的优先。换身衣服，出发公园相亲凯。哎呦，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就是看着有点凶，这眼神怎么跟要吃人似的？做啥工作的？陆氏资本总裁，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别看他照片上凶，其实心肠软着呢，就是不爱笑。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好热闹呀，好多爷爷奶奶啊！爷爷，对不起，我撞到你了。这眉毛，这眼睛，这鼻梁，怎么跟沉渊时候那张满月照一模一样？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穗穗，我今年4岁半了。穗穗，你爸爸妈妈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偷偷跑出来的，我在家好无聊，就自己出来玩了。可陈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哪来的孩子？可这长相也太巧了吧！爷爷，你刚才举的那个牌子上的人是谁呀？长得有点吓人，他是不是生气了？脸好冷呀！我妈妈说了，总板着脸的人心里其实都特别软。你觉得他吓人？但我妈妈还说了，不能以貌取人，万一人特别好呢？穗穗，来，陪爷爷坐会儿好不好？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妈妈是总裁，管好多人的那种，可厉害了。而且我妈妈也是单身，她长得可好看了。真的？你妈妈单身？那她脾气好不好？会不会嫌弃人啊？我妈妈超温柔的，跟您孙子一样，看起来有点凶。是吧？我孙子看着冷，心善着呢，就是嘴笨，不会哄人。可是，他们要是不愿意来怎么办？你是我想要的，都有一点特征。你这小丫头，鬼点子真多。行，就按你说的办。阿西，尝尝，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这糖藕看着真好看，林总您不介意我先加一块吧？温总你也尝尝，这个甜度刚好，比咱们公司楼下那家好吃多了。哦，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这个陆岩，每一句话都挑不出毛病，可每件事都在往阿西身边挤。他是故意的，还是我想多了？温总，您刚才说胃不太舒服，吃点清淡的，别老吃狮子头那种油的。陆专员对阿西的饮食记得这么清楚，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家里人。我哪敢啊，就是做特助嘛，老板的喜好记不住，那是我失职。温总平时工作那么辛苦，我能帮一点是一点。阿西，我今天约你吃饭，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谈，关于你二叔那边最近的动静，还有遗嘱的事。我这边有一些资源，如果你需要。穗穗，怎么了？妈妈，我在公园迷路了，你快点来呀！什么？哪个公园？你一个人？就是家旁边那个好多大树的公园。妈妈，你快来，穗穗好害怕。喂，爷爷摔了一跤，走不动了，你赶紧来。您说什么？好，我马上到，您别动。穗穗迷路了，我得马上过去。我送你。温总，我这边正好有点事，
既然有林总陪您，那我先走了。耶，搞定！耶，搞定！陆总，管家半小时前就来电话了，说老爷子今天天没亮就偷偷溜出了老宅，不让保镖跟着，只拎了个牛皮纸袋子，问去哪儿也不说。我们定位到他现在在云城公园。相亲角啊！昨天晚上对着念叨了半宿，翻来覆去问孙子不结婚怎么办，除了跑去相亲角瞎折腾，他还能去哪儿？老爷子这是亲自下场替您征婚去了。我猜他说的摔了8成也是装的，开快点，别让他在那丢人现眼。穗穗，妈妈，不是说迷路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本来是迷路了，是这个爷爷捡到我的，爷爷还给我饼干吃，陪我等妈妈。你就是穗穗妈妈吧？孩子没事，就是自己跑出来玩，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看她一个小姑娘不安全，就陪着她等了会儿。谢谢您，老先生，给您添麻烦了。老先生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我还能来干嘛？给我孙子相亲来了。我那孙子27，天天扎在公司里，油盐不进，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把我这把老骨头愁坏了。不过说起来也是缘分，我跟穗穗这孩子投缘，聊了半天才知道你也是单身。老先生，别不好意思，单身怎么了？我孙子也单身，正好凑一对。穗穗，你觉得爷爷的孙子那么好，那你看林叔叔怎么样？林叔叔也想当你爸爸。林叔叔，你很好，但是你是个好人。我觉得你不像一个好爸爸。哦，那什么样的才像爸爸？要会陪我玩滑梯，会给我扎辫子，还要长得好看，眼睛亮亮的，就像我孙子都行。小姑娘，我跟你说，我孙子陆晨渊，陆氏资本的总裁，身高1.88米，长得一表人才。别看他平时话少，疼人着呢。他马上就到，你们正好见见。陆晨渊，陆氏资本那个传说中手段狠厉、从不公开露面的年轻掌舵人，怎么会？他怎么会在这里？小伙子，看看，他怎么也在这儿？穗穗怎么跟我爷爷在一起？完了，这不是完蛋了吗？陆总，文总怎么也在？这也太巧了吧！我先走了，你去把老爷子带回来。陈渊，这儿呢，快过来！哎呦，陆总您可算来了，慢点走，这台阶不平，当心崴着脚。别废话，事成之后工资翻倍，年终奖翻倍。行，现在我就是陆总。爷爷，您没事吧？摔着哪儿了？配合我演，回头我再给你解释。没错，这就是我孙子陆晨渊。陆岩叔叔，真的是你啊！我刚才远远看着就像你，还以为我看错了呢。哎，穗穗也在啊，这也太巧了，我都没敢认。陆岩，你认识陆总？你刚不是说有事儿吗？你俩怎么会一起出现？温总，实不相瞒，说出来有点丢人，我是陆家隔了18房的远房侄孙，我爸妈走得早，是陆家老爷子看我可怜，赏我一口饭吃，把我养大的。但我不想一直靠陆家接济，就想自己出来闯闯，凭本事吃饭，所以才隐了身份去做项目专员。是啊，这孩子命苦啊，
从小无父无母，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非要自己出来打拼，说什么也不愿沾陆家半曝光，劝都劝不住，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是吗？可我看着陆专员跟这位陆晨渊总裁长得可不止一点像，说是同一个人都有人信。林总说笑了，我哪能跟陆总比啊？人家是天之骄子，我就是个普通打工的，就是远房堂哥，沾点基因，长得有点像而已。妈妈，刚刚明明有那个叔叔的照片的。陆岩叔叔，你口袋里是什么呀？鼓鼓囊囊的还动。没什么，就是一团废纸，刚才捡的垃圾，还没来得及扔。陆岩叔叔，我刚才看见那个照片上的叔叔了，他跟你长得有一点点像哦。真的，眉毛和鼻子都好像好像，我第一眼看见就觉得亲切，所以才想让你当我爸爸呀。不过他凶凶的，笑起来肯定不好看，你笑起来好看多了，像太阳。温总，久仰大名，陆氏资本一直很关注温氏在城西的布局，希望未来有机会合作。陆总客气，陆氏资本最近在云城的动作不小，温氏也一直在关注。那以后多交流，温总有空的话可以去陆氏坐坐。陆专员，你刚才在饭店不是说你也有事要办吗？怎么跟陆总一起出现在这里？啊，是这样，陆总刚才接到电话，说陆爷爷在公园摔了，他着急赶过来，正好我也在附近，就叫我一起过来帮忙看看。小妍这孩子实诚，平时就帮忙跑前跑后的，今天幸好有他在。老爷子，今天谢谢您，岁岁不懂事，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岁岁这孩子跟我投缘，以后常来玩，爷爷随时都在。岁岁，走了，回家。陆岩叔叔再见，下次你再来找我玩。拜拜。陆晨渊，你现在给我说清楚，我孙子什么时候变成陈助理了？我陆振榜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这么憋屈过。爷爷，这里人多眼杂，回家跟您说行不行？回家再跟你算账。爷爷，今天的事是我的错。我就问你一句，岁岁是不是我陆家的孩子？是，岁岁是我女儿。这么说，温若曦就是我的孙媳妇。你这个混账，居然让她一个人带了4年。岁岁，是，我找到她的时候，岁岁已经4岁了。我就知道，今天我一看到那孩子就懵了，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我陆家的血脉为何不能昭告天下？我那时候还没找到能站到她面前的资格，我想等我把陆氏做起来，等我能堂堂正正站在她身边的时候再告诉她。你糊涂啊！你知不知道一个单身女人带孩子有多难？我问你，温若曦知不知道岁岁是你女儿？不知道。他不知道5年前那个人是……那你还跪着干什么？起来，想办法让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就这么一辈子当那个陆岩？人家姑娘带孩子过了4年，你还打算让她再等4年？我知道，所以再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爷爷，我求您再给我一点时间。行，不过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让我的孙媳和重孙女受委屈，我一定饶不了你。妈妈，今天那个爷爷好好玩，他还说以后让我常去找他玩。岁岁，下次不许再一个人跑出去了，听见没有？听见啦，听见啦。对了，妈妈，爷爷给我的，他说是见面礼，让我收好，不能给别人看。岁岁，哪个爷爷给你的？是不是今天公园里那个拄拐杖的白头发爷爷？对呀，他说这叫什么传家宝，反正说以后看到这个就像看到他，让我一定要收好。陆氏传家宝，老爷子凭什么第一次见岁岁就送传家宝？岁岁跟他非亲非故，除非老爷子和岁岁不是非亲非故。苏秘书，帮我约一下陆氏资本的陆总，明天上午，越快越好。陆氏资本，您说的是那位从不公开露面的陆晨渊？对，就说我有东西要当面归还。温总，那位陆总听说很神秘，未必肯见。他会见的，你只管约。陆总，温总真要来了，
我说什么？玉佩就说老爷子喜欢孩子，送出去的东西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要是问起别的，你就说不方便透露，话越少越像。他待不了多久。行，我演。陆总，温总到了。今天冒昧前来是为了归还这件东西，这太贵重了，岁岁不能收。老爷子说了，他和岁岁投缘，送出去的东西没有收回来的道理。温总要是觉得过意不去，下次带岁岁来陪老爷子喝杯茶。陆总，这枚平安扣是陆家的传家之宝，老爷子第一次见岁岁就送这个，您不觉得太过了吗？老爷子做事全凭心情，我们做缓辈的拦不住，温总不必多想。说起来，陆氏资本最近在城西的动作不小，之前物流园那个项目，陆氏似乎也有参与，还在评估阶段，不方便透露。陆总，您跟陆岩关系很好吧？温总怎么突然提起他？没什么，就是觉得您跟他有点像。远房亲戚而已，沾点血脉。既然您坚持不收，那我先替岁岁保管着，告辞。阿西，晚上有空吗？有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谈。阿西，你还有2周时间。你消息倒灵通。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二叔联合了3个老董事，准备在到期那天发难。一旦你拿不出婚育证明，他们就启动股权遗留流程。所以呢？所以，嫁给我。假的，1年，我帮你过继承关，帮你压住董事会，婚后各过各的，互不干涉。温总，可算逮着您了！来，这杯敬您，咱们那个项目全靠您拍板。刘总，我们温总今天胃不太舒服，这杯我替他喝，您不会介意吧？小兄弟护主心切啊！行，你喝也行，但得连喝3杯，不然不够诚意。3杯，1滴没剩。刘总，您看诚意够吗？好小子，痛快！温总，还有我呢，咱们的合作啊。孙总，这杯算温总的，您别惯他了。温总，咱俩也得走一个。哎呦，小伙子，你慢点，别喝太猛。没事的，周总，我替温总喝，他胃不好，不能喝冰的。不能喝还硬撑，逞什么能？姐姐，别喝了，对胃不好。这侧脸怎么越看越像？那天晚上房间里太暗了，我没看清他的长相，可这个轮廓，这个鼻梁的弧度，不可能，不可能是他。那天晚上的人是个服务员，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一定是喝多了，才会把2个人想到一起去。别走，别丢下我。陆岩，你醒醒，放开！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他醉了，他不知道自己抱的是谁，可我为什么推不开？温总，车到了，叫人把他扶下去。陆总，您明明酒量好的能把3个刘总喝趴下，今晚装醉装得挺像啊，演得跟真的似的。前面几杯是真喝的，您那是给自己找借口，后面那杯根本就没咽下去，全顺着领口洒衬衫上了，现在胸口那一片湿着呢吧？对了，陆总，林彦福那边的人今天下午又动了，他加派了人手在查您的底。不过您放心，陆岩这个身份我们做的绝对放心，保证他查不到一点嫌疑。随他去，查得越深越好。等我主动亮牌那天，他才反应不过来。可您今晚抱他那一出，苏秘书都看见了，万一温总回去细想，他没推开我。
温若曦，你心跳那么快，你自己听见了吗？我怎么会被他一句话拽过去？我怎么没有立刻推开他？温总，林总那边您还没回复呢。陆叔叔，10万火急，你被人偷家啦！穗穗，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陆岩叔叔，我睡不着。怎么了？做噩梦了？妈妈说要跟林叔叔结婚，我不喜欢林叔叔，他送的玫瑰花太大了，扎手。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当我爸爸？叔叔也想，叔叔比谁都想。你等着叔叔，叔叔一定会当你爸爸。真的？那我们拉钩。拉钩。温总，没时间了。林总的协议条款我找法务看过了，干净利落，离婚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纠葛。您签了，二叔那边的发纳就不攻自破，温氏保住了，穗穗的名分也有了。您还在犹豫什么？我知道，可我总觉得什么？觉得像是把自己卖了。温总，您不是卖自己，您是保温氏。您爸妈守了半辈子的东西，不能落到二叔手里。签了这份协议，1年之后您还是您，林总那边不会纠缠。可您要是不签，2周之后股权拱手让人，穗穗跟着您连住的地方都可能保不住。您觉得哪条路更值？如果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是不是只能走这条路？你昨晚喝成那样，今天还来上班？昨晚是有点丢人，我有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没有，你一直在睡觉。温总，我听说林总跟您求婚了。你听谁说的？没有，就是公司里有点风言风语，您父母和温董的事情我多少听到了一点，我不是故意打听的。跟你没关系。林总人确实很好，家世也好，就是林家亲戚多规矩多，万一长辈知道是假结婚，或者介意穗穗没有爸爸，反而给温总惹更多麻烦。不像我，无父无母没亲戚，就算假结婚也没人过问，您说呢？穗穗喜欢我，我也喜欢她，我还能帮着照顾穗穗，省得她半夜偷偷打电话哭。他半夜给你打电话了？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温总，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如果您真的需要一个人帮忙过这个关，我比林总合适。这话我当你没说过，我下午还有事先走了。温总，这边刚住完，你小心脚下，地上有钉子。进度比预期慢了3天，下周能不能追上？能，我安排工人加夜班，保证。温总，好巧啊，有人托我们给您带个话，工期太赶了，您歇几天吧。温红叶让你们来的，他给了你们多少钱？不该问的别问，温总，我们也不想动粗，您自己躺下，我们拍2张照就走，不伤您一根头发。跑，出去喊人。住手！冲我来，别动他！温总爽快，那您自己躺下。温总得罪了。谁让你动他的？他刚才从哪儿冲出来的？他怎么会在这里？温总，你没事吧？
他们碰到你没有？你手怎么这么凉？你怎么来了？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我怕你自己去不放心。我以前在工地的时候跟师傅学过几招，就是防身用的。今天头一回实战，吓死我了！我刚才脑子一片空白。报警，让保安过来清场。走。阿西，协议条款你可以再看一遍。婚后各自独立，财产、社交、生活全部分开，1年后随时可以终止。我父母那边我已经沟通过了，他们完全支持，不会过问任何细节。你父母真的不介意？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帮一个老朋友解决问题，他们只关心我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只要领了证，对他们来说就是交代了。温总，后天就是您生日了，今天不签，明天公证来不及。林总的律师团队已经把所有流程都理顺了，就等您这最后一笔。阿西，我不是逼你，但时间不等人，签了，温氏是你的，岁岁的名分也有了，你二叔那边彻底没戏。不签，温红叶后天就会启动股权移交，你爸妈守了半辈子的东西，拱手让人，这笔账你比我算得清。喂，温女士您好，顺叔午睡起来突然说肚子疼，疼得一直哭，您方便尽快过来一趟吗？我马上到。我送你。不用，苏秘书帮我送一下林总，我晚点回你。林总，您看这……没事，他总会签的。明天之前，我等他电话。我肚子疼。我在呢，岁岁不怕，岁岁真棒，居然第一个给叔叔打电话，叔叔真的好开心哦。温总，校医说是急性肠胃炎，吃了药已经好多了，刚才哭累了睡着了，您别担心。你什么时候到的？岁岁用手表给我打了电话，我正好在附近出外勤。爸爸的不走。先抱着吧，别弄醒他。苏秘书，帮我把林总的协议退回去，我有其他人选了。签了。这是什么？结婚协议，假的，1年后离，条件你开，1年期满，协议作废，互不干涉。温总，您想好了？我时间不多了，你上次说你比林燕慈合适，我考虑过了，你说的对，无父无母没亲戚，不会惹麻烦。岁岁也喜欢你。条件不用开，我签。走吧，趁民政局还没下班。放心，1年后自动解除，我帮你把关系清清白白的结束，不会影响你以后的生活。彩礼我会按市价的3倍给你。有人在拍，肯定是你二叔的人。既然他安排了人拍，那我们得让他们拍到能交差的画面。我搬过来住，越真越好，二叔才会彻底相信，不然这婚结了跟没结一样。你早就想好了。我是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岁岁也需要人照顾。搬过来住，二叔那边彻底信了，你也能省心，您说呢？行，搬过来。你什么时候起来的？6点。岁岁昨天说想吃煎蛋，我就起来准备了。你快去洗漱，趁热吃。哇，爸爸，这个蛋好圆，像太阳一样。你真的是我爸爸啦！我以后天天都能吃你做的早餐啦。对，爸爸以后天天给你做。
你厨艺这么好？以前自己住，吃外卖吃腻了，就跟着视频学了点儿。以后我在家就我来做饭吧。您和穗穗喜欢吃什么？提前告诉我。爸爸做的都好吃，比幼儿园的饭好吃10000倍。那我每个月给你伙食费，你想要多少？30万。3000，买菜钱就够了。3个亿，今天签，资金3天内到账。陆总爽快，那就合作愉快。陆总年轻有为，不知道有没有成家？刚领的证，您没见过吧？陆总真是事业家庭两不误，恭喜恭喜！陆总，您别太得意了，这上面跟温总结婚的人写的是陆岩，不是陆晨渊。我知道，陆总，陆岩这个身份当初做的时候就是为了短时间潜伏用的，所有的证件档案都是假的，经不起审查。虽然我们暂时把这条线埋得很深，可它终究是假的。如果温总有一天起了疑心，所以我要在所有人发现之前，把陆岩变成陆晨渊，让他心甘情愿跟我重新领一次证。爸爸，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等你吃晚饭。爸爸马上回来。穗穗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带。服了，真是男大不中留。你再学爷爷说话，这个月奖金扣完。老爷子，您转了3圈了。3圈算什么？我重孙女有户口了，我孙媳妇进门了，我陆家终于不是光棍窝了。陈默，你看看这个，这是股份转让书，把我名下所有股份全转给我重孙女，现在就办。老爷子，这太多了，您得跟陆总商量。商量什么？我陆家的东西不给我陆家的种给谁？爷爷，别急，等股东大会之后，我亲自给他。到时候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若曦和穗穗是我陆晨渊名正言顺的妻子和女儿。您那份心意，到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比现在偷偷转更有分量。行，就按你说的办。到时候我要坐第1排，看谁敢说3道4。哈哈哈。律师，你倒是快说，他到底有没有资格继承温氏？经公证确认，温若曦女士已于昨日完成合法婚姻登记，符合遗嘱中已婚生子条款，年满28岁，继承人资格成立，即刻生效。温若曦，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你跟谁结的？温副总，我的婚姻不需要向你报备。爸，他肯定有问题，这婚结得太突然了，肯定是为了糊弄遗嘱。你身后这个小白脸，就是那个姓陆的专员吧？温若曦，你可真行，连个正儿八经的男人都找不到，随便拉个无父无母的小专员就敢来充数。温氏的基业要是落在你这种私生活混乱、暗通诡曲的人手里，迟早要完。温副总，您当着这么多董事的面，污蔑一个合法领证的夫妻关系为暗通诡曲，请问您有证据吗？还是说，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凭您自己的臆测？是我追求的他，是我向他求的婚。温总，这里交给我来处理就好。各位董事，今天的股东大会目的已经达成了，温总的继承权合法合规，公证文件白纸黑字。如果还有人对程序有疑问，可以单独和律师沟通。至于其他和公司经营无关的话题，恕不奉陪。他一个小专员，他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给我查他跟温若曦到底什么关系？阿曦，你要找的人是他，你就是因为一个小主任拒绝了我。林总，我太太今天很累了，有什么事改天再聊。太太，陆岩，你以为这样就能挡住我？他需要的是能帮他稳住温氏的。林总，
我能不能帮他不是由您来判断的，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我能给他的比您能给的更多。至于别的，林总有空多操心自己公司的事，别人的家事还是少过问为好。谢谢你的好意，但不用了。陆总，林燕慈那边又申请了3次会见，前面6次都被我驳回了。您说，他是不是真的查出了些什么？这人跟打不死的机墙一样。要不要继续驳回？让他来吧，一次说清楚，省得没完没了。现在果然是你，陆岩，不，陆沉渊。你一直在他身边装成另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顶着陆氏总裁头衔去接近他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因为你拒绝了我，我认识他10几年，你接近他到底什么目的？你这种藏头露尾的人，松手！我不松，你给我说清楚！这边有林总，出事了！有人一口气扫了6个点的流通股，开盘不到半小时，股价砸穿了，现在还在跌，10几个亿一下就没了。我们查不到资金源头，像是从好几个离岸账户同时发起的。林总，怎么办？你干的！我只是在你来之前打了个电话而已。你究竟想怎么样？你现在知道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了吗？10个亿是我随手就能让他少受的委屈，而你能给他什么？一份随时可以终止的合同。如果你让他受委屈，我不会有那一天。他这辈子的委屈已经够多了。你退场吧，体面一点。陆总，您刚才那一下是不是有点……他找了6次，6次劝不退的人，只能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说话。10个亿换一个人体面退场，值了。陆总，其实我也想不明白，您明明可以直接摊牌告诉温总，您就是陆氏资本的总裁，告诉他您等了他8年，以您的身份和手段，温弘毅那点伎俩根本不够看，您为什么非要忍到现在？天天装成一个小特助，做饭接送孩子，被人指着鼻子骂小白脸，您图什么？我要的不是他的感激，我要的是他心甘情愿爱上我。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算计。如果我顶着陆沉渊的身份走到他面前，他只会觉得这个男人什么都有，什么都能算。可如果我以陆岩的身份留在他身边，他看到的是我这个人，是我会给他做早饭，能替他挡酒，能蹲在地上给碎碎系鞋带。他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总裁的头衔。那万一他一直没爱上您呢？那我就一直当陆岩，反正他这辈子要吃的饭我包了。温若曦，你可以慢一点发现，我等你8年都等了，不差这1年。爸爸念故事，今天要念这本。从前有一只小熊，它住在森林里。今天早上还吃太阳蛋。好，爸爸给你做。碎碎睡了？睡之前还说明天要吃太阳蛋。你惯的。
你头发还没干，我去给你拿吹风机吧。不用了，让它自然干吧。这个轮廓，这个看着我的角度，怎么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温若曦，我先睡了。那我先去洗澡。温若曦，你疯了吧？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我今晚睡沙发。你放心，规矩我都懂，绝不越界。客房收拾好了，你去客房睡。不用，万一碎碎半夜醒了找我，客房太远。再说了，演就要演全套，不然藏在暗处的人该不信了。随便你。温副总，是我。我怀疑他俩根本就是假结婚，分房睡都算不上，那男的直接睡沙发，俩人一晚上连句话都没说。哼，我就知道这臭丫头耍花招，随便拉个小白脸就想蒙混过关，做梦！您放心，我接着盯。爸，我查到了，当年那个服务员的身份是假的，凭空冒出来的。好，很好。温若曦这个贱人，不仅假结婚抢股权，还花钱买男人，私生活极其混乱。明天我就要当着所有董事的面，把他的遮羞布撕下来，我看他还怎么做这个总裁位。爸，您说的对。明天之后，温若曦就算不滚，也得滚。穗穗，你从哪儿找到的？就这里呀，卡了好久好久，我抠了半天才抠出来。这发卡，我明明丢在金大了，怎么会在这儿？这辆车除了我和穗穗，只有陆岩坐过，难道……温总，出大事了！温红叶突然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说手里握有您的重大证据，要当众公布。现在所有董事都到齐了，就等您过去，您快回公司一趟。各位董事，今天请大家来，是因为我发现了几件关于我们温总和他那个新丈夫的非常有意思的事儿。第一件，假结婚，我这儿有实锤。领了证的人分房睡。5天，我的人盯了整整5天，没有1天同床共寝。你们见过哪对合法夫妻结了婚还分房睡的？这婚分明是为了糊弄遗嘱才结的。结婚证是民政局领的，温副总是不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再说了，我们夫妻之间吵架分床睡不是很合理？合理？我看你是装的合理。王姨，进来。各位董事，我是温家的保姆。我亲眼看见的，小姐跟陆先生结婚这么久，从来没睡过一间房。陆先生天天晚上睡沙发，俩人连话都说不上几个，这根本就是假结婚。假结婚？这可是欺瞒遗嘱啊！哼，难怪这么急着领证，原来是随便拉个人来凑数的。夫妻如何相处是我的私事，仅凭保姆一面之词，温副总就要给我定罪。一面之词，好，我再给你看第2件东西。第2件，
大家看看这张截图，5年前温若曦在云顶会所后巷花钱找了个陌生男人带回酒店过夜。5年前云顶会所后巷，你温若曦为了生孩子抢遗产，花钱找陌生男人借种，私生活糜烂，私德败废，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继承温氏？如果温氏的基业落到这种人手里，迟早完蛋。居然还有这种事儿，难怪孩子爹的身份捂得严严实实。太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出去，温氏的名声全毁了。温总，这事儿您得给我们一个交代。董事会可以接受一个女总裁，但不能接受一个私道有缺的总裁。温副总，你拿一张模糊截图就想定我的罪？那天晚上我去的是酒店，不是见不得人的地方。至于我孩子的父亲是谁，这是温氏股东大会，不是八卦小报。很好，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还有第3样证据，够你死100次。你身边那个小白脸陆岩根本不是什么项目专员，他跟陆氏资本往来密切，他就是陆氏安插在你身边的卧底。你们俩串通一气，假结婚骗股权，里应外合掏空温氏。里应外合，这还得了？我说陆氏怎么突然跟咱们谈城西项目，原来早就埋了眼线。温若曦，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说？根据温氏集团章程第37条及温董事长遗嘱补充条款，若继承人资格存疑，经半数以上董事联名提出异议，可启动调查程序。调查期间，继承权暂会执行，待查证后再重新确认继承人身份。温总，这可怎么办呀？温总，若以上证据属实，婚姻关系系伪造且存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按照遗嘱条款，您的继承人资格将自动作废，温氏全部股权及遗产将移交第2顺位继承人温红叶先生。我倒要看看谁敢动他。是他。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那个小白脸陆岩。你还敢找上门来？真当我们温氏没人了是不是？找死！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不叫陆岩，我叫陆沉渊，陆氏资本创始人。陆沉渊，那个传说中从不露面的陆氏总裁，怎么可能？他居然一直在咱们公司当项目支援！我的天，陆氏资本那可是能撼动整个云城商界的存在啊！陆沉渊，居然真的是他，陆氏资本的掌权人，居然一直在我身边。别急，我还有第2件事要宣布，我不是什么卧底。就算你是陆氏老板又怎么样，也改变不了他温若曦私德败坏、借种生子、骗股权的事实。你俩串通一气掏空温氏，这事儿没完。别急，我还有第2件事要宣布，我不是什么卧底。我来温氏是来找我的女人和我的女儿。5年前云顶酒店那一夜，温穗是我的孩子，你当年挑的那个人就是我。什么？孩子是陆总的？那哪是借种啊，这是人家夫妻俩的事儿啊！我的天，这反转也太大了！你干净吗？5年前后谢的那个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我以为是我挑的他，其实是他选的我。你胡扯！你拿出证据来！我陆家的孙媳妇和重孙女，我来认了。这是我名下陆氏集团20%的股份转让书，是我陆天晴给我孙媳妇的彩礼。20%，这诚意谁都说不出一句假话。另外，我名下所有不动产和基金全归我重孙女温穗，这些加起来够不够撑得起温氏？够不够他做这个总裁位？够，当然够。陆老爷子说笑了，
有陆氏加持，温氏肯定更上一层楼啊！我们本来就支持温总，刚才都是误会。你们不能仗势欺人，这是温氏的家事。还有第3件事，关于温红叶先生，蚕食公司中饱私囊，挪用公款，联合外人设套坑害温氏的那些账，我们今天也算一算。温副总，这是你近3年挪用公司资金、私下转移资产，还有联合他人设下5个亿陷阱的全部证据，银行流水、合同原件、聊天记录，全在这儿。温红叶、温明浩，有人举报你们涉嫌职务侵占、商业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温总，刚才都是我们糊涂，听信了谗言，我们全票支持温总继续担任总裁。对，温总能力有目共睹，以后我们都听您的。好你个陆总，我只问一句，5年前后巷的那3个混混是不是你安排的？是我安排的。所以，从5年前云顶酒店那一夜开始，从头到尾全都是你设计好的。不是算计，是我等了你太久了。9年前，京大骑社门口的露天棋盘，我摆了一局死局，挂了1个月没人能破。直到那天傍晚，你用3枚白子反将了我一军，还在旁边落了个西字。那半年我们隔着棋盘对弈，我天天去等你，却从来没敢上前说一句话。你掉的那枚碎钻发卡，我一藏就是4年。4年前我回国，查到你为了遗嘱要找人生子，要最干净的基因，要事后2不相安。我疯了一样找你，可我知道那时候的你根本不想认识什么陆氏总裁，你只想找个毫无干戈的陌生人。所以我扮成服务员演了后巷那出戏。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只是不想你随便选一个陌生人。我想让你挑的人是我。所以你就骗了我5年，扮成陆岩待在我身边，看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对不起，骗了你这么久，你要生气，要罚我，要骂我都可以，怎么都行，只是别不让我见碎碎，别不让我留在你身边。陆总，荆州那个8000万的合作方都到会议室了，就等您签字启动了。您跑什么呀？签什么签？老婆都生气了，改天再说。刚才那个是陆氏那个传说中的冷血总裁。我的天，追老婆跑得比兔子还快。刚才股东大会上的气场呢？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还以为他生来就不会笑呢。见笑了，见笑啊，各位，我们陆总就这样，公事归公事。老婆最大，标准老婆奴，习惯就好，习惯就好。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没出息，平时在商场上雷厉风行，追个媳妇儿磨磨唧唧的。爷爷，爸爸都好那么快了，他都不会跑，快点抱一抱。没办法，小祖宗。你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妈生气。这都憋了9年的话，哪是3两句能说清的？等着吧，再这么磨磨蹭蹭，再过9年都追不上。爸爸加油，追上妈妈，晚上给你留太阳带。陆晨渊，不对，我该叫你什么？陆岩，还是你有第3个名字？还有多少身份是我不知道的？若曦，别叫我若曦，你有什么资格叫我若曦？你看清楚了，这上面写的是陆岩，温若曦和陆岩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你让我跟一个不存在的人结婚，让我女儿叫一个不存在的人爸爸。陆晨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诈骗。若曦，你听我说。当初用陆岩的身份告进你，是因为我不能以陆氏总裁的身份出现在你面前。你需要的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干净的人。我需要一个干净的人，所以你就编了一个干净的人出来骗我。
晨渊这5年，我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扛温室，一个人面对所有流言蜚语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棋盘后面，在树后面，在后巷的阴影里，在陆岩那张假脸的背后，你看着我一个人撑了5年，你满意吗？不满意。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你一个人撑了5年。但我做错的事，我认。你拿出来干什么？炫耀你编得多像。从今天起，陆岩死了，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叫陆晨渊，陆氏资本创始人，岁岁的亲生父亲。你要恨陆晨渊，别恨一个不存在的人。你撕了有什么用？你看看清楚，这上面写的还是陆岩。温若曦跟一个不存在的人结了婚，我女儿算什么？她算什么？我会带你重新领证，用陆晨渊的名字。话你说的轻巧，你觉得现在的我还想跟你领证吗？若曦，出去。若曦，陆总，你的东西我整理好了，以后请回你的豪宅住。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若曦，你听我解释。我说出去，陆总，请你离开我的家。岁岁，回房间写作业。可是妈妈，爸爸还没吃饭。他是陆氏总裁，饿不死。回房间去。我说完了，陆总请便。他不走。喂，陆总，您今晚住哪儿？酒店还是回老宅？我马上安排车去接您。不用，我就在这门口。门口，陆总，您蹲温家门口像什么话？这要是被人看见，他要是半夜开门，我至少还在。那我给您送床被子。不用，送碗泡面就行。泡面？陆总您就泡面，别废话。行，您等着。陆总，您从下午做到现在，温总真没让您进去？没有。今天进不去就明天，明天进不去就后天。他气消之前，我就坐这儿。那您有事随时打电话。若曦，你还在看我，那就还有机会。那么大一个总裁蹲人们家门口吃泡面，像什么样子？我打给苏秘书，问一下周边药店的事儿，不是关心他，是怕他病倒在我家门口，到时候新闻不好看。温总，这么晚了怎么？苏秘书，帮我查一下我们家附近那个药店的电话。药店？您哪里不舒服吗？算了，没事儿，你睡吧。温若曦，你真是疯了！他骗了你5年，你还管他冷不冷、饿不饿？这个傻子！陆晨渊，陆晨渊，你到底要在这里坐多久？下暴雨了，你看不见吗？
你是想让我内疚，还是想让碎碎心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留下来，我能等。等？你等什么？等我原谅你，还是等我忘了你骗了我5年？若曦，那个名字是假的，但我给你的这颗心是真的。你给了我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一张不存在的结婚证，一枚刻着不存在的人名的戒指。陆沉渊，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这戒指留着还有什么意义？原来就是你。找到了，我找到了。妈妈，我看到爸爸在雨里找东西，他站都站不稳了。妈妈，你把戒指扔了是不是？你扔了，爸爸又要去找。爸爸上次发烧，你急得给苏阿姨打电话问药，你明明也担心，为什么还要扔？妈妈不去接，我去接。爸爸。碎碎，妈妈，我拽不动爸爸，他好像站不稳了。妈妈，爸爸真的不行了，你快来！进来。我去拿毛巾。客房衣柜左边那格，自己换。姜汤在厨房，自己热。戒指放那儿了，你自己处理。留这儿。随你。暖气开了一档，碎碎该睡了。没关紧。爸爸，你明天早上做太阳蛋，我给妈妈送上去。好。陈叔叔，我爸进来了，我妈让他换衣服了，明天早上有太阳蛋了。若曦，太阳蛋和小米粥，还有你的红枣豆浆，温的。不用，苏秘书会送碎碎上学。碎碎，谢谢爸爸，我和妈妈会好好享用的。您9点有个海外并购的电话会，推了。10点半还有个和高层的，也推了。这个月推了17个会，全推了。亮亮，紧急情况，我妈妈把我爸爸赶走了。啊？那你妈妈不心疼吗？我觉得妈妈是心疼的，但她嘴上不承认。那怎么办？我要启动爸妈和好计划。第一步，让妈妈看到爸爸的真心，制造感动，一网打尽。啊！
爸爸那时候笑得真好看。我有办法啦！爸爸妈妈哭了一夜，她肯定最爱你了，而且妈妈都还没有吃饭呢。妈妈，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穗穗做错了事，骗了妈妈，但穗穗是因为太爱妈妈才那样做的，妈妈会原谅穗穗吗？爸爸骗妈妈是不是也是因为太爱妈妈了？穗穗，妈妈，你说过做错事的人要道歉。爸爸做错事了，但他已经在道歉了。他在雨里跪着捡戒指，这不是道歉吗？穗穗，你帮妈妈把门口台阶上那个保温袋拿进来好不好？好。妈妈，是爸爸送的，还热着呢。他在雨里跪了那么久，手都伤了，还是记得给我送早餐。今天的项目有2人3足、亲子接力、袋鼠跳。你确定妈妈一个人可以？老师说要爸爸妈妈一起，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穗穗，妈妈，我肚子疼。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要不要去医务室？可能需要一个爸爸抱抱才会好。温穗，你的小心思能不能再明显一点？穗穗，肚子哪里疼？爸爸抱。妈妈，你看，爸爸来了，穗穗肚子不疼了。你怎么？穗穗说今天是运动会，让我穿的普通一点。爸爸，我让你穿的普通，没让你穿的这么好看啊。进去吧。看那个爸爸，是不是陆氏资本的陆晨渊？今天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别的小朋友都羡慕我。穗穗，你爸爸好帅！那当然，我爸爸是全幼儿园最帅的爸爸。爸爸，我同学的妈妈都在偷看你，你收敛一点。我穿得很低调了。脸太帅了，挡不住。穗穗，摔到哪里了？没事儿，没破皮。冲啊！第3名，穗穗的奖牌。亮亮，你看，穗穗的奖牌。哇，穗穗你好厉害！来，我们照全家福了，大家都站好哦。等一下，你们把手在一起。好啦，拍吧。今天好开心，我们3个人一起回家好不好？爸爸有事。我没事。
那一起吃个晚饭吧，吃完你走。穗穗好久没吃爸爸做的菜了。以后爸爸天天做给你吃。妈妈，你尝尝，爸爸做的排骨超级好吃。好困。爸爸，你能抱我回房间吗？我走不动了。好。手臂上的伤口出血了，换一下再走。别想多，伤口感染了，穗穗会担心。好。明天我答应了穗穗和你一起送她上学。看微博了吗？昨天亲子运动会的照片流了出去，今天一早就有人在微博爆料，疑似携妻女出席幼儿园运动会。陆总，热搜第一，您昨天运动会的照片，全网都在问那个妈妈是谁。压下去。压？这么好的流量不接？不接，我要的是他亲口答应，不是热搜逼他。陆总，您这恋爱脑真的没救了。谁的电话？沉默，公事。哦。大家听我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他们是一家人，以后都不会分开。既然穗穗都说了，那我顺势官宣一下。敢。以前觉得陆金渊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商界神话，现在瞬间落地。有没有人注意到陆总眼神温柔的藏不住？陆晨渊，你完了。我完了。耶！全网都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啦！温总，久仰大名，之前在欧洲创投会就听过您的手笔，今日一见，比传闻中更有魄力，也更有魅力。方总过誉了，合作共赢而已。方总远道而来，还是多聊项目吧。温总时间宝贵，私事就不必说了。陆总说笑了，我和温总既是合作伙伴，多交流几句，私交也正常。毕竟后续很多细节，我还是更想和温总直接对接。温总，没事。方总放心，我跟温总之间不存在效率问题，项目上任何事找我和找他，结果都一样。温总，下周有个行业晚宴，都是界内人脉，不知能否赏光和我同行？不巧，温总下周晚宴行程已定，我陪同。方总要是想拓展人脉，晚宴上我可以给您引荐。那温总，今天就这样吧，我先走了。陆晨渊，你刚才什么意思？不存在效率问题，你陪同，你是怕我跟别人多说两句话？我只是陈述事实，我们是项目合伙人，我替你挡掉不必要的应酬，合情合理。我们现在是合伙人关系，不是恋爱关系。我有权利跟任何人吃饭、参加晚宴，轮不到你替我做决定。我知道，你知道还……但他看你的眼神不对，
他不只想谈合作。这是陆晨渊，你管的也太宽了。我不是管你，我是不想给别人留机会。莫名其妙。大新闻，陆总醋坛子翻了，温总居然笑了，有戏。妈妈，爸爸今天怎么没做早餐啊？谁知道他？可能回自己家了。才不会，爸爸的拖鞋还在门口呢。爸爸，爸爸你在吗？陆晨渊，你怎么烧成这样？妈妈，爸爸会不会烧坏呀？没事，就是发烧了。碎碎乖，去把医药箱里的体温计拿过来。若曦，别走。我不走，你烧得厉害，我给你换毛巾。对不起，5年让你一个人成长，是我不好。我知道了，都过去了，你别想了，好好养病。妈妈好厉害，第3锅成功了。本来就不难。你煮的？别多问，能喝就行。很难喝吧？好喝，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喝完就多休息。若曦，别走。我还有工作要处理，你好好养病。就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对不起，5年前用陆岩的身份骗你，瞒了你这么久，全是我的错。当初这枚戒指，是我以陆岩的名义给你的，名不正言不顺。现在我想以陆晨渊的身份，重新把它带回你手上。若曦，9年前雪夜捡到你发卡的时候，我就记了你一辈子。我错过你5年，不想再错过以后的每一年。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剩下的一辈子，我都陪着你和碎碎，再也不骗你。终于和好了，我就说嘛，要是没有我这个神助攻，这个家都得散。陈叔叔，成了，我爸妈和好了，我的和好计划圆满成功，记得准备红包哦。过来坐。别乱动，你病还没好利索。以
后我们每天都要一起吃早饭，一起送我上学，周末还要一起去游乐园。好，都听碎碎的。谢谢你，给我再爱你的机会。谢谢你，来爱我。